一个冷酷无情的带刀杀手闯入你家，从黑漆漆的箱子里掏出一套泛着寒光的厨具，然后亲自下厨给你做了一顿饭。即使是最后的晚餐，小白依旧吃得毫无负担。他一个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高中生，突然有一天成了杀人凶手，被全城通缉追杀。偏偏他杀的不是别人，而是第3王权者的蒙尘。王蒙是效忠于王权者的蒙尘组织，赤之王周方尊是王权中最为火爆的男人。不过就是这么强大的男人，却对青之王宗向李斯束手就擒。这一举动无疑让其他蒙尘心生不安。有人认为他们的王对青投降了。尊哥的死忠粉巴田为此和连夫一路打进了酒吧，还撞坏了出云最爱的宝贝吧台，被2把手拎着脑袋给吧台道歉。出云安抚2人，尊哥是故意被关的，他在监狱1天，市长就得顾及他1天，反而无暇顾及费武罗，给他们争取到了更多自由行动的时间。巴田和连夫果然眉开眼笑，干劲儿满满的去找小白报仇了。但是尊哥束手就擒的真实情况，出云根本不敢告诉他们。费武罗的成员根据出云的情报，在码头的仓库摸出了军火贩子的老巢。然而他们前脚刚到，后脚就遇到了 Scepter 4福建的袭击。福建想见的人没见到，非常不爽的通知市里给他收拾烂摊子。小白这边的断头饭也快吃完了。对于费武罗的追杀，他能理解，但是小黑杀他的原因又是什么？前代无色之王3轮一言拥有预知未来的能力，有着黑犬之名的夜刀神狗狼是其蒙尘。3轮亡故之前，曾嘱托他仔细辨认继任之王，如果对方是混乱邪恶，就必须毫不犹豫将其斩杀。小白还是第一次听说王的存在。7位王权者拥有伟大的力量，控制着这个国家，就连首相都只能唯命是从。Scepter 4为查找凶手，打开全国监控，侵犯公民人权，不过是青之王一句话的事儿。黄金之王控制着全国经济命脉，赤之王是暴力的象征，他的蒙尘也个个推崇暴力与火焰，更深者血缘的羁绊牢牢维系着整个王盟。如若有人敢伤害他们的成员，面临的将会是1000倍的报复。更别说小白还直接杀了他们的成员。小白听完之后更懵了，他既不是什么无色之王，也不是什么杀人凶手，这一切都发生的莫名其妙。眼看吃完饭的小黑就要送他上路，小白赶紧据理力争。除了那段影像，现在根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就是邪恶的无色之王。就算特地报上名号是为了彰显自我，而且明知自己即将面临赤之王的疯狂报复，按理来说他应该逃到更安全的地方，而不是光天化日之下在大街上闲逛。他就是一个普通的日本高中生。至于被小黑认成蒙尘的猫女，小白都根本不认识，他是未经王权者授予而拥有独特能力的劝外者。小白表示不是自己的锅，自己不背，他一定会当着小黑的面洗刷黑锅，证明自己不是杀人凶手。而且前代无色之王不也是让他辨清对方的下手吗？那不如就趁此机会好好看看他到底是善是恶。小白打死都没想到，居然被一台录音机救了命。听完小白的狡辩，小黑犹豫了，他掏出录音机让小白随便按一个键。好在小白命不该绝，按出的前主语录正是让小黑不可忘断。小黑答应接下来会好好辨清小白的真面目。小白好奇地问起救他一命的录音机，没想到小黑秒变痴汉。录音机里收录着前主人的名人名言300句，他每天都会拿出来膜拜洗涤心灵。高冷帅哥秒变纯情痴汉，小白一时之间竟觉得有点恶心。自从答应好好观察小白之后，小黑就变成了比人妻都贤惠的厨师兼保镖，连上课都要一起跟着。小黑催促小白赶紧想办法证明自己，但现有的关于他杀人的影像实在太过模糊，只能查出犯人下手的时间是12月7号的23点54分，地点是西管区的比良版大楼楼顶，而西管区到学校的距离根本不可能在1小时之内往返，所以只要能证明7号的23点54分的前后1小时他人在学校里，不在场证明就能成立。但是小白的宿舍是单人间，朝夕相处的猫女有共犯的嫌疑，所以证词不被采纳。好在那天为了让大家准备校庆，学校一直开到深夜，所以一定有人能证明他在学校里。小白忙着寻找不在场证明，殊不知 Scepter 4和费武罗已经通过各自的手段锁定了他藏身的学院岛。市里叫上了福建，而巴田带着连夫不听命令的跑走了。小白问起局里关于12月7号晚上的事，才得知当晚23点45分，同学3科对局里当众高调表白。心情复杂的局里根本没关注小白到底在不在场。后来失恋的3科在塔楼上大放烟花，遭到学生会的逮捕。小白又去学生会打听，不过当时一片混乱，会长没注意到他，当天拍摄的照片里也没有他的身影。会长让他们去校刊社问问，他们倒是拍到了不少好东西。几人又跑去校刊社，然而7号那天刚过午夜，因为3科大放烟花，走神的同学失手烧了马戏团的帐篷，抢头条的报刊社成员也没有拍到他。查了半天没有不在场的证明，眼看小黑就要一言不合宰了他。小白突然想到去办公室查询他当天的外出记录，学校里进出都需要通过终端机，但记录上并没有显示他在7号当天外出过。刚洗清了一点嫌疑，正好碰上局里实力坑队友。小白从来不带终端机，出入大门有自己的小手段，钻空子当场被揭穿。小黑气的就要拔刀先砍了
这个满嘴跑火车的宰种。猫女拦在面前，想要保护小白，不过被小白推到了身后。这一幕不禁让小黑回想起了小时候的自己和前主，最终还是没下得去手。小白保证自己接下来一定会认认真真找证据，嘴里也终于不坑队友了一回，说自己那天在被表白之后，在体育仓库遇见了小白，以及仓库上的一个奇怪破洞，时间正好是半夜12点半，距离案发不到1个小时。小白的不在场证明成立，嫌疑被成功洗清。然而就在众人皆大欢喜的专心准备校庆之时，回宿舍换衣服的小白却在衣柜里发现了一件带血的制服，录像带里的回忆涌上心头，小白愣住了，难道杀害多多良的无色之王真的是自己？与此同时，巴天和连夫也已经杀到了学院岛门口。然而就在两人抢了可怜路人学生的终端进入学校的下一秒，小白带着小黑和猫女走小门出了学校。虽然因为血校服让小白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干了什么，但他还是什么都没说，受局里的委托再次进城把上次被追杀时弄丢的烟花买了。三人前脚刚走，通过大数据对比找到小白的势力和福建带着手下找上了学院岛的校长。星之王的权力到底有多大？直接监控全国国民，所有人在他面前没有任何隐私，想在学院岛找出小白的真实身份，直接威胁校长交出全校学生的资料。福建迷人从校长室溜走，迷晕了学生会书记，黑进学生资料库进行对比，正好瞧见了楼下到处找人打听小白的巴田和连夫。两人正因为巴田脸皮薄，不敢和女生搭话争执。福建和巴田之间的关系一看就非常不好，福建一个劲的挑衅，巴田则称呼福建为叛徒。虽然憋了一肚子火，但为了尊哥和出云，巴田不愿意在学校里惹出太大的动静，但实在架不住福建嘲讽技能拉满，直接拿枪口对准了尊哥嘲讽。巴田的脸一下子就沉了，踏上滑板，浑身卷起红色的漩涡，直冲福建而去。福建见计谋得逞，拔刀迎战，两人当场打得难舍难分，几个回合下来不相上下，赤和青相互碰撞在一起，两人之间剑拔弩张，似要你死我活，却又更像是老朋友相见互施身手。但没想到福建反手从口袋里掏出飞刀，巴田躲闪不及，被刺中肩膀，从滑板一路滚落在地。自从尊哥被捕之后，巴田的状态一直不佳，被击中之后连冒火都断断续续的。福建则完全相反，他原本也是废物楼的蒙尘，不过之后转投青之王，获得了赤和青两种力量，变得更为强大。连夫想要帮忙，却被福建单手挥退。巴田拔出小刀，浑身赤红之力如同漩涡一样爆发。见此，福建露出了变态一样的笑。然而还没等两人打上第二轮，市里突然出现，一刀将两人分开。虽然双方水火不容，但这毕竟是在学校，所以市里提议让他们改日再一决胜负。巴田起初不乐意，不过市里给他讲了尊哥在监狱的现状，听到尊哥过得不错，巴田这才偃旗息鼓，转身离开。市里转头问起福建的调查结果，然而令人沮丧的是，他们要找到小白，学籍并没有登记在资料库了。连夫给巴田暂时包扎好伤口，劝他今天就先回去。巴田不死心，总算是鼓起勇气叫住了一个女生，问他认不认识照片上的人。好巧不巧，巴田问的正是小白的同班同学局里，但不知道是故意隐瞒还是其他原因，局里居然说自己并不认识小白。学院岛调查计划赤和青双方都宣告失败，小白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他难道真的是杀害多多良的无色之王？